师哥也真的是挺可怜的，狗养不了，养的人倒是比狗跟得紧多了。周敏，你凭什么打人？还差你一巴掌呢！有你什么事儿呢？那你凭什么亲别人的老公？我不打你，但你亲别人的老公，就是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麻烦，而刚才那巴掌，就是你给伟晨带来的麻烦。妈妈就拜托你了，放心吧，给我先过去。师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那我给你演示一下，你站好，这样身上的毛毛就都粘没了。你回家也可以不用洗澡了。小敏，你好细心啊。师哥，你有腹肌啊！其实我挺不知道自己跟男孩子该怎么相处的。我知道多梅姐对你很好很好，所以我要加倍努力，才能说服自己。你要说服自己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转过去。可能还要切点罐头。小狗狗真可爱，想不通怎么会有不爱小动物的人。这美好的小生灵，想要和喜欢的人一起养它。不知道是喜欢上它才爱上的柔软，还是因为小狗狗才变得柔软。玩够了吗？没有。我和管理员沟通过了，他们还需要些罐头，要不我们明天再来。好啊，不过我友情提示，明天可是周末哦。没事的，早点来。好呀。可爱吗？可爱。老公，哎，唐夫你也刚回来啊？嗯。现在我们俩回来时间都差不多了啊。这多好呀，夫妻双双把家还了。我今天救了一只流浪猫，上面会有猫毛，别到时候粘到你身上你又过敏了。你救了流浪猫，就送哪儿了呀？我就给我的一个朋友了。先去洗澡了。啊。老婆，浴巾呢？哦，就在那个卫生间呢，我新换的，你找找。好。
记住，千万不要着急去推销自己的产品。开业这段时间，首先让客户感受到舒适和效果。明白了，后开口的人往往占据主动权。不要为了夸自己的产品就去否定客户现在正在使用的化妆品。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，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审美被贬低吧？懂，人都不希望自己付出的价值被否定。多梅姐，你太棒了。就算通过你们的推销，客户一时冲动买了，但他回家之后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不过是一次冲动消费，那他下次还会来吗？还会续卡吗？所以千万不要心急，这段时间首先让他们感受到效果和舒适。好啦，那大家先散了吧。你来了，听你讲老半天了，真棒。这不刚开业吗？什么事情啊，讲得仔细点，免得出错。陆家怎么样？有没有可能让他当个副店长什么的？我觉得他挺好的，不过我问了他，他说暂时不想。哦，好吧。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该不会是让我来开会吧？私事儿。我可能要被出轨。什么？中午吃饭再说吧。我把这儿安排一下，然后中午吃饭，别说别的。好啊，去约泽那儿。我给他打电话。行，我去换衣服啊。好嘞。鸡蛋。好嘞。尝一尝啊。你确定他们两个今天会去那个流浪猫的救助站吗？你等一下。你坐得舒服吗？要是不舒服，把座椅靠背调一下。第二天还要去，吃不吃得消啊？怎么会？跟你在一起，我都没感觉到一点累。是吗？冬梅总说跟我说话特别累。他不够理解你，也许是因为性子太急了吧。这座椅怎么调啊？还是你们男生厉害。这是传说中的绿茶婊吗？怎么那么兴奋呀？对不起啊，不是，关键这也太假了，你老公看不出来吗？啊？你怎么想的？我已经查到那个地址了，他们是要去一个流浪猫狗的救助站。什么意思？要去一趟？去是肯定要去的，只是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哎，你说正常来说，我看到这样的东西，我肯定特别气愤吧。但我现在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。怎么奇怪了？以前有过这事儿吗？有一次我妈给她去医院送饭，然后看见周敏穿着她的衣服，还拌了几句嘴。那天晚上呢，张伟成回来没有正面跟我解释过什么，但是他脱下外套递给我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件衣服别人穿过了，脏了。他是不是以为你不知道啊？这怎么可能呀？那是我妈，我妈能不告诉我呀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老公心机有点深啊。你确定他不是个心理医生？但是，他要真出轨的话，不是应该做的隐蔽点吗？这会不会有点太明目张胆了？对呀，你说他明知道我对猫毛过敏，身上沾着猫毛回家，所以他这啥意思？是想让你知道他要出轨，求关注？那用这招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呀？哎，你确定不是来跟我凡尔赛的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就是想让你跟我去一趟。捉奸啊，这事儿得找沈佳楠啊！哎，你别那么兴奋，你捉奸？捉谁呢？啊？没事。今天出门太匆忙，竟然穿了个裙子，失策失策。这跟穿裙子有什么关系啊？穿裙子怎么方便把那个妖艳贱货踢飞呢？你还打算动手啊？不然我得干嘛？喂，哎，月泽说你们要去捉奸，需不需要我去帮忙？
不用。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如果你觉得需要我，就随时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在餐厅等着。哎呀，你还是把位置发给我，我开车过去到附近吧。我挂了。这月泽也是有点大嘴巴哈。这个世界当然不能是原配被欺负呀。对于这种女的，抽筋扒皮都不过瘾，就应该手刃到位。你摸它，它很舒服呀。哦。你问，你问。哎，师哥，你看他的眼神，特别像一个情窦初开，捧着一颗真心，想要交换他们对你的依赖。你这个比喻挺好的，他们确实比我们简单。你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爱，他们就不会抛弃你，也不会离开你。人也可以这样的。我相信。对了，上次把你的发带弄脏了，买了个新的给你。哇，真好看！你帮我系上吧，师哥。怎么戴啊？是往这戴呀。你往这儿系。这不好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热了。算了，你系胳膊上吧。师哥，你有没有想过再出国？其实我一直都挺怀念当时我们在国外的那段日子的。国内的人事关系太复杂了，我感觉你回到国内以后跟在国外都不一样了，你对我不亲切了。小明，我是个结了婚的人，我不能给你想象空间。那你在国外为什么对我表现得那么依赖呢？是我给你烧水做饭，也是我陪你一起上课的，还有，咱们俩聊的那些专业知识，你跟嫂子能聊吗？小梅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你是我很喜欢的小师妹，但如果让你误会了，我道歉。你知道吗，师哥，有段时间我常常告诫自己，你就是我遇到的一个朋友，一个知己。我想骗自己，让自己彻底死了心。可是你的一举一动，明明真的都是在告诉我你喜欢我的。任多美她就是比我幸运，我觉得我才是最懂你的那个人。婚姻算什么呢？它不过就是在你觉得你最想结婚的那个时刻，你觉得这个女人最适合一起生活。可是人活一辈子，就只为了适合吗？多美啊，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年轻、娇小懂事，那不适合动手啊？为什么？你想啊，入侵者一副岁月静好，安安静静地站在男人身边，原配张牙舞爪、歇斯底里地出现在面前，这不是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吗？那不行啊！我来就是为了给那个女的一巴掌的。不过，出轨这种事情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多美姐，张伟成那巴掌你得自己打啊！我需要你们去帮我劝退他。劝退？怎么劝？苦行系还是强行拆散？强行拆散也不合适。强行拆散啊，会让男人有逆反心理，会觉得那个小三儿更加珍惜。没听说过吗？有阻力的爱情会让两个人抱得更紧。所以，要不咱今天先不见？啊？今天不去，早晚也得面对啊。而且张伟成没那么傻，着急的是周明。我需要你们去给他讲讲道理。讲道理不太适合我吧？低段位操控的是数据，高段位操控的是情绪，是这样吧？那一会儿是你一个人进去啊，还是我们跟你一起啊？一起去吧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
有点紧张。还有我们雷总会紧张的事儿，还有点兴奋。你好，我们想救助一些小动物，可以进去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太感谢小姐姐们的爱心了。走吧。师哥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，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我知道你对我一定有感觉。你会带着别人一起来这儿吗？这不是暗示吗？是我理解错了吗？你会跟别人一起谈你的心事吗？你不会。你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放松的，师哥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呢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关爱流浪小动物嘛，人人有责。你们跟张先生都认识？认识，这是他老婆。哦，你们聊着，我先忙了。老婆，你不是对猫狗过敏吗？我们回家吧。姐夫，猫猫狗狗有什么过敏的？你刚看到那个管理员的状态了吗？拈花惹草才让人过敏吧？老公，对不起啊，你那么喜欢小动物，却因为我过敏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只不过是猫狗，不养也就不养了。师哥也真的是挺可怜的，狗养不了，养的人倒是比狗跟得紧多了。周敏，你凭什么打人？还差你一巴掌呢！有你什么事儿呢？那你凭什么亲别人的老公？我不打你，但你亲别人的老公，就是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麻烦，而刚才那巴掌，就是你给伟晨带来的麻烦。周小姐，我希望你搞清楚啊，我这个人虽然对狗过敏，但是我不怕狗。之前是我过于体面，所以放任了你对我们家老公抱有幻想，也放任了我老公没有注意好分寸，没有管好他，是我的不对。老婆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啊！不过回家之前，我希望你先能够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多美，就一个，你当着我朋友还有周小姐的面回答我。你问。老公，你觉得我的存在是阻碍你们之间幸福的绊脚石吗？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。不是。回家。师哥，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她根本配不上你。走吧。姐，你先跟姐夫回去，周小姐，我们来送。回去。放开我！你们要干嘛？打你干嘛？打！喂，我不会上当的。哟，刚才唧唧歪歪文艺的纯净范不演啦。我现在不打你，是不想让你被我们大卸8块之后，晚上梨花带雨的回去求师哥安慰。
不好意思啊，周小姐，让你失望了。如果你们留下来就是为了替任多美出气，或者是讽刺挖苦，说，你没说完呢。你说你文能书画撩闲汉，武能劈腿纳渣男，这么有能耐当什么医生啊？你说你妈供你上医科大学容易吗？这么难学都学出来了，干嘛出来做这么不要脸的事啊？我怎么不要脸了？你告诉我是杀人放火了吗？我能动手了吗？不能。对，我能把自己打进去。周小姐，咱们做人呢，能不能有一点底线啊？一定要杀人放火才叫不要脸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是那种真善美的化身，解救张医生无爱家庭的一剂良药？你错了。对，我承认这个姐夫我自己都看不惯，但是我姐不愿意放手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不管他是哪种人渣，都不代表你能抢。而且你有知识有文化，你把这些力气发在事业上不好吗？哦，所以你们是想劝服我？不，我就想打你。打呀，来！劝你，你会听吗？不听。所以我不会劝你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家庭主妇不是你想的那样饭来伤口、衣来伸手。你的工作是可以量化的，但是家庭主妇的不是。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一点不比我们上班族少，更不比我们傻。聊聊吧，聊清楚了，再看看能不能回家。疼吗？别怪我啊，不这样，大家都记不住。多美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生气。我刚才有发火吗？我觉得我挺平静的。我真的是去救助流浪动物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亲我，但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主动的。有时候，给小姑娘暧昧的信号，男人也不需要动手动脚，暗示就够了。我和他暗示什么了？你大周末的不在家，跟他出现在那个地方，我打你这巴掌，不冤。是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我道歉。像这样的道歉，我根本就不想听。我希望以后啊，再也不要听到。周敏她喜欢我，但我根本就不喜欢她，可能是我拒绝的不够彻底，让她误会了。可拒绝就是拒绝，迎合就是迎合，在感情的事情里面，不能拒绝的不彻底。那你想我怎么做？要么你调科室，要么他调，你选。多美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咄咄逼人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去救助流浪动物？我现在每天回家，一个人都是孤零零的。你每天工作很忙，我有很大的压力。你之前都会听我倾诉，现在呢，我都不知道和谁去说。多美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也很在乎你。但是没有你的家，我真的觉得很害怕。那你以前工作的时候，这个家里每天也没有你，我也从来没有害怕过一个人在家呀。可是这不一样啊！我们之前都说好了，我给你开工资，你做全职的家庭主妇，每天舒舒服服的，我们各司其职，这么多年，难道不和谐吗？伟晨，我说那叫工资，是自嘲；可你说那叫工资，那就是侮辱了。你知道吗？她每天早上要比她老公早起2个小时，除了给她老公做早餐以外，还要准备2身风格完全不同的衣服，烫好之后放到她老公床头。如果她想煲一份汤的话，可能会花4、5个小时。在这中间还要整理家务、打扫卫生。
他从来不会蓬头垢面的在家里面，他穿的家居服或者是睡衣，都是在商场里边花4、5个小时甄选来。在我们看来，这可能是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，但其实，他们只是不想输给我们这样的女人，更或者说，他们怕花错1分钱。没孩子的时候，他们要照顾双方的父母，还有自己的老公。有了孩子之后呢，他们要带孩子去早教，孩子上学之后还要陪着去各种各样的辅导班。家庭主妇的工作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，只会越来越多。我可不行。世界上有这样的工作吗？全年无休996，事无巨细，随叫随到。要是你们单位工作是这样的节奏，你会不会辞职啊？可是老婆，我这个做医生的，每天也有4、5台手术，有些时候我都站得不想说话了。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呀。那你累得都不想说话了，还和周敏去扯线票，你是故意在找我麻烦吗？让我来跟你说说我的工作吧。我们家里每周4个花瓶里的插花都要换，从花店和花卉市场买的差价有多少？空调、纱窗、抽油烟机，多长时间清洗一次？净水壶里的滤芯多久换一次？空气净化器的滤网多久清洗一次？床单被罩多久换一次？羊毛地毯每天都要洗。电饭锅里的米饭永远是热的，酒坛子里永远都泡好了你喜欢喝的杨梅酒。你每天下班回家吃的面条里的鸡蛋，都是我特意托妈从乡下里换来的土鸡蛋。喂，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给伟成打电话，他也不接，饭都快做好了。好妈，我们这就回去。快点啊！嗯，好，待会儿见。什么情况啊？我跟妈说了，咱们今天回家吃饭。今天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周小姐，你的工作他不会做，他的工作或许你会，但你愿意去吗？更或者说，你能坚持多久呢？你觉得张医生给他开工资是件挺可笑的事情，我们也觉得很可笑。但是如果换成是你的话，就他开那点工资，你觉得可以扯平你为此放弃的事业、理想，更或者是我们口中的社会价值吗？我不知道。来，喝汤喝汤，天马党参炖无忌。多美啊，你们都2个星期没有回来吃饭了，妈妈看你都瘦了，最近是不是特别忙？是啊妈，最近2头跑。谢谢。不过我真的瘦了吗？这样瘦了真好，还省得减肥了。哎呦，还减什么肥呀？你现在的事业刚刚走上道路，等稳定了，给咱们生一个大孙子。说漏嘴了。不过差别把伟成想的那样了。伟成毕竟是国外留学回来了，你要真怀孕了，他能不支持吗？妈，多美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哦，多美说你啊，不支持他的工作。看来多美说对了。多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不想再瞒着爸妈了，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跟朋友一起开了个医美机构，是别人投资我来管理的那种，而且离家特别近，我一定可以做好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好家里的。等开业之后，客源都稳定了，我就好好在家备孕，生个宝宝。多好的事情啊！女性走出舒适区，勇敢地走向社会，了不起。玉晨，妈咪呀都去看过了，那边服务特别到位。多美还说了，
还有男士服务呢。妈，如果你们吃饭想聊这个话题的话，那我不吃。喝汤吧，锅里还有很多啊。这个汤啊，我炖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味道爸，今天汤味道特别好。是吧？你要是想喝汤了，我给你。谢谢爸。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多美姐这么辛苦，为什么非要维系这段婚姻呢8方征战，辛苦换来的，哪那么容易放手啊？婚姻对于多美而言，就像我们在经营公司一样。举个例子吧，公司里面有唐总这样的人，你会因为有他一个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吗？说的也是。见识见识绿茶也没什么不好的，他们也都是些个有本事的。男人的心哪儿软就往哪儿戳，也都是个恋爱高手。但出过轨的男人，就像淹死过苍蝇的汤面，你要吃下去，才能忍得住恶心。这形容也是绝了。但是张伟成没出轨啊。什么？在我印象里，这些都不会是你能做出来的事情。哪件事儿？最近所有事情，包括今天。那在你印象里，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？我老婆是一个精致、漂亮、善解人意的女人。我以前一直以为，你照顾我，你也乐在其中。要是有人能从照顾别人和做家务当中，心甘情愿地找到快乐，那家政阿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。我俩只不过是分工不同，我工作我也累，但我挣钱，给你买护肤品，买你的时间，买包，为什么我可以乐在其中呢？你要是真的乐在其中的话，干嘛要跟周敏去找暧昧？是不是男人都需要多个女人的崇拜才能找到自信心啊？周敏的事情我真的已经解释过了，她也不重要，她也不是根源。如果你需要的张太太是要靠牺牲自己来成全你的话，那我可以让位，让她来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跟我谈离婚吗？没有，我只是不想再硬撑一段婚姻。硬撑？我们两个硬撑什么了？我们俩的婚姻是在硬撑，好好的家不要，你去搞什么美容院？抱歉啊，我刚才情绪不太好。你的计划书我都看过了，说句实话，有点业余，以低廉的价格提供高端的服务。多美，你是脱离社会太久了，我觉得你太理想化。医疗美容行业虽然不是我的专业，但是我在医疗圈也待了这么多年，我也算略知一二。你这么做，不出1年，你的美容院就会关掉。商场只论输赢，看结果吧。你能不能冷静点？我觉得我挺冷静的。我还记得当初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嫌弃我做饭不符合你的口味，你妈嫌弃我刷碗刷得不够干净，说我头发掉得到处都是。你现在是在用同样的方式让我自卑，让我朝着你想要去的方向生活吗？如果你真的对我妈的意见这么大，在你心里面已经留下那根刺，你才去创业，这个初心就是不对。事业型的女人，其实她们是没有安全感的，所以才搞什么独立女性，还去鼓吹婚姻不育才是进步女性的象征。她们本来就在找安全感。
以后我也不给你发工资了，你给我发。什么周敏、李敏、王敏啊，也都不会再有了。我明天就和院长说，转岗。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做。你想开美容院，我不拦你。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娶一个女强人回家。当时我选择你，就是因为你不是盛气凌人的女人。我喜欢你的温柔，也喜欢你跟我撒娇。我真的不希望我的老婆就这样没了。3、4年的感情，他说走就走。他一定不是因为我穷，所以才离开我。他跟我的时候我就这样，那么多年了。他如果嫌我穷，他也不会跟我3年零206天了。是，就我这种丑脸吧，看着看着，说不定能习惯。确实没听说过这穷日子过着习惯的。我的问题，一定是我的问题。前段时间他家里一直有问题，但我知道，但我没去管他。我知道他很辛苦，但是我没去管他，所以他这次突然之间离开我。不是你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吗？之前我一直在想，万一有一天我俩分手了怎么办？转头我一想，不可能啊，这事儿。他跟了我那么多年，他什么都听我的，说走就走。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有苦衷的，一定是我的问题。他这个就是杀人不见血，他拿把刀在你心上划出一道口，你还不怪他？不是你是不是受虐狂了？咱要不看看心理医生？前段时间他跟我说，他就说你这是太随和了，生活上也随和，工作里也随和。我当时觉得是在夸我，但现在想想，谁会用随和去夸一个人？他当时就一定是心里有事儿，但我一点儿都没感觉到。你不管他有没有事儿，你随和不好吗？他嫌你在职场上不够专业，手段不够黑。教练，他给我的人生规划，这个太难了，这我肯定做不到。我要做。何必呢？你图啥呀？他都跟你分手了，然后你按照他给你规划的那个生活去活着吗？我要做。我真服了你了，你就现在就烧烤摊儿都能烤出来一个大别墅了，干嘛呀？他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喝酒。再来点，加油！这个。干嘛？加油了！今天再见了，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。
是不是扯到你了？我今天晚上没吃饭，给自己做个面。面就打个鸡蛋吧，家里还有培根和土豆。没事，虽然我做的面味道肯定不如你，不过应该还能够凑合吃的。你还是过去等着吧，男人不要擅自闯进老婆的厨房里。平衡事业和家庭，是大多数女人一生的课题。我会努力做好的，也希望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判断。老公，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认识一下现在的我。我今年一定可以升到副主任一师，以后钱都归你管。我其实一直自认为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。你不想做家务，那以后我们就请个钟点工。如果你以后忙，我就点个外卖。但我不希望我在生活上对你这些包容，让你变成一个偏激的人。我来吧。冬梅，我觉得两个人一旦结婚了，夫妻间的感情是最重要的。我会安排一个检查。什么检查？孕前检查。我们要个孩子吧。你想要孩子了？对，我们要个孩子。那孕前检查不应该两个人都做吗？我们两个人一起做。我们要个孩子，等我下班回家了，就跟你一起分担家务。好。喂，妈。冬梅啊，你听我说啊，那个你爸呀，给你快递了一箱子那个腌制的腊肉和香肠，都是你爱吃的哈。哦，我已经收到了。那些腌制品你们少吃点儿，致癌。净瞎说，偶尔打打嘴治什么癌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你一会儿啊，也跟他说两句，啊，说点好听的，都是你爸的一片心呢，听到了吗？你们在老家怎么样了？超市盘下来了吗？我们特别好，盘差不多了。那个就在离咱们家3站地的一个十字路口上，这边啊客源挺多的，而且呢还有这个单位的家属楼。哎呀，真挺好的。没想到你爸这么有运气。哎呀，哎，你一会儿鼓励鼓励他。哎，老人，来。多美哦，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多美，我给你寄的东西收到了没有？哦，收到了。哎，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，爸爸再给你寄。哎，不用，我跟伟晨最近在备孕呢，也吃的少。备孕？哎，给我。哦，他来。哎，师傅，喂，多美，你要备孕呀？真的呀？嗯，
准备要个孩子。哎呀，你总算要生孩子了，妈都急死了。哎妈，我还有点事儿呢，要不先挂了吧？哎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晚上伟晨要是不在家，我们视频吧。不是前天刚视过频吗？今天晚上有事儿。你什么事儿啊？妈，你说在家生孩子和出去工作，哪个比较重要？哎，你现在要生孩子，你怎么工作呀？那你这样啊，你生完了孩子，伟晨如果同意，我帮你去看，你再出去工作。那我还有事儿呢，先挂了啊。啊，这么着。拜拜。怎么样，选好了吗？哎，你这有除皱针吗？你看我眼角这褶子，还有咱这儿有没有什么热玛吉或者超音刀什么的？你给我提一提啊，撸一撸。哎呦，你别担心，哎，你就坚持每周过来，我给你安排。平时啊，多敷敷面膜，别乱花那些冤枉钱了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，真的，我的内心被震荡了。那个震荡指数绝对不亚于我在商场被对手 KO。我就看着我这吓垮的脸呢，我就特别能理解那些天天往美容院跑的那些女的。现在只要能让我青春永驻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哎呀，好，你放心，你这张脸啊，以后就交给我了啊，我都帮你安排好了。等会儿先做个脸，我再安排吴佳给你做个背部按摩，放松一下。对，得放松一下。我就不陪你了，我待会儿要去趟医院。去医院干嘛呀？你生病了？啊，不，我去做个预前检查。想生孩子了？其实我一直都挺想要的，是他不想要，而这次啊，是他主动提出来的。所以我就想，应该是他真的想要。那周敏那事儿他怎么说的呀？哎，他解释了，但也没解释清楚，就黑不提白不提了。哎，这男人嘛，都是在家红旗不倒，在外彩旗飘飘的。男人是都想得挺清楚，女人别稀里糊涂就行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哎，我就想现在先把店里做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和佳楠的。我们倒是无所谓，关键是你自己心里有杆秤啊。放心吧。哎，走，我带你去房间。啊，对，美容。伟晨，你不会要走了吧？咱们同学难得聚会，这么着急回家啊？没有，屋里闷，出来透口气。是挺闷的，看你刚才也没怎么说话。有事吗？没想到能在这看见你呗。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。你不是定居美国了吗？我回来探亲啊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结婚了，太太漂亮吧？今儿怎么没带来啊？我也听说你有老公了，不会未婚先孕吧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何必呢？再说了，当初明明就是你说的分手啊，你头也不回的，我都没有说你渣，倒是你在同学圈里说我各种不是，我还想一直问问呢，到底为什么呀？一个孕妇加大夫，还要吃这种垃圾食品。你就要当妈了，长点责任心吧，一点都没变。张伟晨，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相见，干嘛要让大家都不体面呢？看来你这太太娶的真好啊，把你脾气惯得这么大。这句话你说的没错，比你好太多。你吓死我了，李医生！你看什么呢？啊，刚张医生跟付新师姐好像在聊天呢，
我这怕打扰他们，就没好过去。这两位啊，当年可是医学院的一段佳话。后来北辰回国去结婚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俩刚才好像吵架了。你没听到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们俩当时为什么分手啊？这我哪能知道呀？听说当初复兴师姐和咱们的张医生，那好的眼睛里根本容不下另外一个人，唉，连我们都只有羡慕的份。谁还能没有点过往呀？是不是？走吧，过去吧。最近1周没有夫妻生活吧？有无抽烟喝酒不良嗜好？没有。从事行业和辐射有关吗？没有。以前做过类似的体检？隔了多久？3年吧。结果一致？那基本可以确定是弱精症。中间有吃过药？好吧，给你开副药，记得呢坚持服用，每3个月汇报一下。不过你也别太着急，这个因人而异，有人见效快，有人见效慢，主要就是心态，保持心态乐观积极，别把这样事儿放在心上。我们能做的呢，也就是这些，希望能帮上你。Time's changing, streets turn to red, hiding the spaces what used to be overhead, and I'm waiting. 告诉你好消息，我怀孕了。Waiting for someone to pull me along.喝那么多酒啊？不是说好了明天要去做体检吗？今天正好医院人少，我就把体检给做了。明天你一个人去。我们医院的妇产科，每一天来生产的女的，叫的，我做大夫的我都很难接受。况且你有没有想过，生完小孩之后，你会变胖，皮肤会变差。你这么爱美，为什么要这么早受这样的罪？你想想，当我们老了之后，老人也走了，小孩你说能靠得住吗？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啊。能够相依为命的，就只有我俩。
这个女人真是坚不可摧，笑脸迎人，单纯无害，阴魂不散。冬梅姐，我换了科室，在新院区，今天过来办理手续。恭喜你啊！平调没什么恭喜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是我男朋友。那这个真得恭喜你了。我现在换了科室，也交了男朋友，你和师兄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猜忌了。这件事我不好，纵而你们吵架，也不至于。其实夫妻之间有些磕磕碰碰也很正常，而且我们的事情，也不完全因为是你，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误会。把话说清楚就好了。冬梅姐，你真的是我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人。这男孩看起来挺不错的，只能说很合适。爱情有时候适合放在心里，合适才能往婚姻努力啊。冬梅姐，你知道伟晨师兄的白月光回来了吗？什么白月光？就是那种永远放在远处，看得见抓不着，永远得不到的独一无二。我没有挑拨你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你心里很强大，才不想让你把我当成假想敌。师兄心中的白月光不是我，当然，也不是你，这一点上咱们俩是同样的。昨天我们同学聚会了，她是我的师姐，不过你放心，她已经怀孕了。但昨天我看到师哥看她的时候，眼神里的那个温柔是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。所以那一刻我就明白了，昨天我就答应了那个男生对我的追求。希望你是真的喜欢他，不是因为赌气，或者是一时冲动。冬梅姐，也祝你幸福。我先走了。老公，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你，你的前女友是什么样啊？我没有前女友，我只有老婆。师兄心中的白月光不是我，当然，也不是你。那你当初娶我，是因为喜欢我，还是我合适啊？年轻人才谈喜欢，成年人只谈互相喜欢。那是不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白月光？冬梅，从我认识你的那天开始，我心目当中的伴侣就只有你。我一天都忍受不了没有你的日子。老婆，曾经的人和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心里，我们也用蜜蜡把它封起来了。那咱们就别去在意。